西楚霸王项羽的最终结局到底发生在什么地方？他的一生充满了辉煌与悲壮，从巨鹿破釜沉舟的胜利到鸿门宴放走刘邦的遗憾，从四面楚歌的绝境到霸王别姬的泪别。然而很多人对于项羽最后是如何走向末路，又究竟死在了哪里，其实并不了解全部内情。史书上关于项羽之死留下了真实而震撼的记载，我们今天就深入挖掘，看看这位霸王生命中的最后时刻究竟发生了什么，以及背后隐含着怎样的真相。项羽，名吉，字羽，是楚国下相，今江苏宿迁人。他凭借过人的武勇与军事才能，在秦末乱世崛起，成为西楚霸王。他曾率领江东子弟8000人起兵反秦，巨鹿之战中以破釜沉舟的气概大败秦军主力，威震天下。秦朝灭亡后，项羽分封诸侯，自立为西楚霸王，一度掌握着关中以东的大片土地。然而随着刘邦势力的崛起，楚汉之争历经4年，双方数度拉锯，项羽一生中战无不胜，但最终在诡谲的时局与对手的合围下走向败亡。让我们一步步回顾项羽人生中最后的那些日夜，看看他是如何从万人敬畏的霸王一步步陷入绝境，最终倒在江边的。垓下绝境与四面楚歌。楚汉战争的最后阶段发生在垓下，一般认为在今安徽灵璧县一带。公元前203年底至前202年初，韩信、彭越、英布等原本各自为政的势力相继与刘邦联手，对项羽形成了四面包围之势。项羽被汉军及诸侯联军围困在垓下，兵少粮尽，形势岌岌可危。项羽此时大约仅剩数万残军，而刘邦一方号称数十万。夜深之际，项羽在营帐内忽然听到四面八方传来楚地的民歌声，汉军故意让俘虏的楚人高唱家乡歌曲，以动摇项羽军心。项羽听到楚歌四起，大惊失色，感叹道：难道汉军已经得到了整个楚地吗？怎么到处都是楚人的歌声？这就是著名的四面楚歌。此刻项羽心中一沉，他意识到军心已溃，许多楚军士卒可能开小差、投降或者被掳，连敌营中都充斥着熟悉的歌声。自己的处境比想象中还要绝望，情势逼人。项羽面对围困做出了惊人的决定，他不甘坐以待毙，决意连夜突围。据《史记》记载，这天深夜，项羽在军帐中设酒痛饮，他身旁有一位深爱的美人，名叫虞姬，一直陪伴在侧。座下还有一匹忠心耿耿的战马，名叫追，伴随他南征北战多年。酒酣之际，项羽悲从中来，仰天长叹，即席高歌。他即兴吟出了千古传颂的垓下歌：力拔山兮气盖世，时不利兮骓不逝，骓不逝兮可奈何，虞兮虞兮奈若何。这首歌悲壮慷慨，自夸当年力能拔山，气盖天下。如今时运不济，连心爱的骏马都不肯再奔跑，骏马不前又能怎么办呢？虞姬啊虞姬，我又该拿你怎么办？歌声凄凉而绝望。虞姬听罢，也合着曲调轻声唱和。项羽唱了数遍，泪水纵横，身边将士无不动容落泪，气氛肃穆悲凉，无人敢抬头直视霸王。这便是历史上著名的霸王别姬场景。在这生死存亡的关头，项羽心知大势已去，他用一曲悲歌向挚爱告别，也向属下与自己的人生告别。破围、突围，夜出垓下。泪别虞姬之后，项羽决定行动。他立即召集身边尚能奋战的壮士，准备趁夜黑突围。据记载，当时跟随他突围的骑兵约有800多人。项羽亲自披挂上马，带领着800壮士冲出重围，向南杀出一条血路。夜色掩护了他们的行踪，他们一路疾奔，冲破汉军好几道包围圈。天色将明时，项羽一行已经突出汉军的合围，直到拂晓，汉营才发现项羽已经率众突围逃走。刘邦闻讯大惊，立刻命令手下精锐骑兵火速追击。刘邦派出的追击部队由骑将灌婴率领，约5000轻骑紧追项羽而去。项羽拼命难逃，他首先渡过了淮河，一路向南移动。长途奔逃与连日苦战使得队伍逐渐减员，
许多士兵不是战死就是脱队。当项羽艰难渡过滚滚淮河后，能跟上他的骑兵只剩100余人了。短短1夜和半日之间，他身边的800勇士锐减至约莫100人，元气大伤。尽管如此，这支残部仍然在他率领下奋力向东南方向撤退，试图回到楚国的腹地江东去东山再起。阴陵迷途，田赋指路之谜。项羽率领余部一路向东南转进，希望摆脱身后紧追不舍的汉军。然而人在仓皇逃亡中，难免有失准确判断。在经过九江郡的阴陵县附近时，阴陵约位于今安徽定远县西北。项羽一行在茫茫野地里迷失了道路。对于地形，他本该不算陌生，因为此处已经接近楚地范围，理应算是自己的地盘。然而或许是夜间行军，素不熟悉山林小道，加上疲惫焦躁，导致他们在阴陵一带找不到出路。项羽不得不向当地人求助。在附近耕作的一个老人出现在他们面前，《史记》中称这位老人为田赋，意思是乡间种田的老翁。项羽向这位农夫询问道路：“老丈，此处通往东方江边的捷径在哪里？”那田赋看了看项羽一行人，回答说：“向左走。”项羽听罢没有多疑，立刻率队依沿向左边方向前进。出乎意料的是，田赋口中的左路竟是一条死路。项羽带着部队越走越艰难，发现前方竟是一片泥泞的大沼泽。他们误入了沼泽地带，举步维艰，许多战马和士兵陷在泥淖中不能自拔。等到好不容易绕出这片欧泽，摆脱困境时，宝贵的时间已经浪费殆尽。更糟的是，陷泥的过程中，项羽又损失了大部分随从。等他重新集合残部继续上路时，左右跟随的骑兵只剩下可怜的28人了。这场意外令项羽元气大伤，他的人马几乎减至最小规模。而就在这时，汉军的追兵因为沼泽延误被拉近距离的项羽再次追了上来。这里就引出了历史上一个著名的疑团：为什么那位素昧平生的田赋要欺骗项羽，引他走上绝路？司马迁在《史记》中记载得很清楚，用了代曰左3字，其中代字就是欺骗的意思。也就是说，农夫是故意指错路，将项羽骗入泥沼的。项羽与这个乡野老人无冤无仇，那老人为何要如此做？后世有许多推测。一种观点认为，这正反映出项羽失去了民心。阴陵一带本属楚地，照理说项羽回乡应该受到父老乡亲帮助，就像稍后在乌江边遇到愿意渡他回江东的亭长一样。然而现实恰恰相反，同为楚人的田赋却害他陷入绝境。可以想见，在长期战乱中，项羽因一些残酷的所作所为，形象已从当年反抗暴秦的英雄变成了让百姓畏惧疏离的存在。事实上，项羽在秦朝灭亡后施行的一系列严酷行动，使百姓对他逐渐寒心。例如，他曾坑杀投降的20万秦军降卒，血洗咸阳，杀秦王子婴，并火烧阿房宫3月不灭；还有杀掉义帝熊心，活埋齐国降卒，强迁齐地百姓等等。种种残忍之举虽出于争霸需要，却使项羽的暴力名声传遍天下。很多人渐渐将他与残暴的秦王朝相提并论，甚至觉得他比刘邦更残酷无道。正因如此，在战争末期，民心倒向刘邦一边。阴陵的这位老农或许正是出于对项羽的恐惧痛恨，决定帮汉军一把，故意指错路，让项羽自取灭亡。对于这种落井下石的举动，司马迁并没有过多评述，但在他笔下，田赋的一句谎言成了项羽逃亡路上的致命转折点。如果没有这档子事，项羽或许还能稍稍甩开追兵，后续情节也可能改写，但历史没有假设。田赋之误导直接导致汉军赶上了项羽，将他逼向最后的绝路。东城最后的军魂。摆脱沼泽后，项羽毅然拼命向东赶路，终于来到了东城。所谓东城，是当时九江郡东城县境内的一个地方，今安徽定远县东南一带，靠近长江北岸。此时项羽身边仅剩28骑，可谓身边己无兵可用，境况已极度危急。紧随而至的汉军骑兵有数千人之多，很快将东城附近围得水泄不通。项羽见状，自知已经无路可逃，身陷绝境，
他此刻的心情也许并非恐惧，而是悲壮与豪情交织。他对身边仅存的亲信们说了一番话。史书记载道：吾起兵至今8岁矣，身70余战，所当者破，所击者服，未尝败北，遂霸有天下。然今卒困于此，此天之亡我，非战之罪也。这段话意思是，我项羽自从举兵到现在有8年时间了，亲身经历了70多场大小战役，凡是我正面迎击的敌人，无不溃败投降，从未有过败绩，终于成就了霸业。然而今日却落到如此绝境，这是上天要灭亡我，并非我军事不行的过错啊。项羽这番话带着不甘与自负，他将失败归结于天亡我，而非自己用兵不当。在场的部下听了也只能默默领受，谁也不敢挑衅否定他。或许有人心中会觉得这是主帅在找借口推卸责任，但项羽旋即用实际行动证明了他仍是那个不可一世的霸王。他紧接着对众人宣布：今日故决死，愿为诸军快战，必3胜之；为诸军溃围，斩将一骑，令诸军知天亡我，非战之罪也。意思是，今天我们既已决心一死，我愿意为大家痛痛快快的再战一场，保证连胜3阵。我要为诸位杀开一条血路，斩杀敌将，割下敌旗，让你们明白是老天要亡我，并非我们不善战。一句话说得众人热血沸腾。项羽仍然坚信自己的武勇足以再创奇迹，他要以最后的奋战来证明，若不是命数已尽，他绝不会输。说罢，项羽迅速将身边20多名骑兵分成4队，自己亲率1队，命令其他3队向东南西北4个方向冲击汉军的包围圈。这其实是孤注一掷的突围战术，用多个方向的冲击撕开包围口，扰乱敌军视线。项羽对手下说：吾为公取彼一将，我替诸位先去取那汉军将领的人头。话音刚落，他亲率自己这一路人马向汉军阵线猛冲而去。只见项羽手中利剑飞舞，大吼一声冲入敌阵，所过之处无人能挡。汉军士兵见霸王杀来，不是被当场斩杀，就是吓得溃散逃开。一时间汉军阵脚大乱，项羽果然气势如虹地穿透包围，在混乱中斩杀了1名汉军将领，砍倒敌军的一面大旗。与此同时，其他方向项羽部下的几路突击队也各自冲出了重围，最后在预定地点集合。历史记载，汉军皆披靡，遂斩汉一将，与其骑会为3处，说明这第一波突围完全成功，汉军被冲得溃散。值得一提的是，当时追击项羽的主将正是灌婴，此刻他已被封为赤泉侯。这位赤泉侯企图重新整队继续围捕项羽，却被项羽回头一声怒斥给震慑住了。项羽双目圆睁，朝灌婴狠狠怒吼一声，灌婴竟吓得人马俱惊，下意识的后退避让了好几里，不敢逼近。霸王愤怒的一瞪之威，竟能如此害人，真可谓胆气盖世。就这样，项羽率领残部冲破汉军层层包围，朝着东边江岸方向继续突进。短暂清点后，项羽惊喜地发现，经过刚才那场以少胜多的冲杀，他居然兑现了承诺，麾下3件事：溃围、斩将、一骑，全部做到，而且队伍只折损了2名骑兵而已，28骑变成26骑，大部分弟兄仍安然随在身侧。众人对霸王的盖世武勇深感折服，无不由衷赞叹。项羽自己也许不免心生悲凉，以他如此神勇，倘若不是孤军无援，天要绝他，又岂会走到这步田地？这场以寡敌众的东城快战，堪称人类战史上的奇观。项羽以区区20余骑，在数千精兵中往来冲阵，如入无人之境，连斩敌将，再挫追军，完成了旁人眼中的不可能任务。尽管他终究难逃败亡的悲剧结局，但这最后一战彻底展现了他作为霸王的无双武勇与胆识，为自己的传奇一生写下了壮烈的注脚。乌江绝望，不肯过江东。冲出东城后，项羽带着20几名心腹继续向东南方向疾驰。不久，他们到达了一处长江渡口，渡口附近有个亭，名叫乌江亭。原来他们已经抵达乌江岸边。这条乌江并非今日四川、贵州交界处的乌江，而是当时长江北岸的一个渡口名。
位于九江郡东城县境内，今安徽和县乌江镇一带。刘邦封项羽为西楚霸王时，其势力范围江东也属之，因此渡过乌江，就算回到他起兵之地的根据地。项羽率军西征时，正是从江东渡江而来，现在又回到这个熟悉的渡口，岸边驻守的乌江亭长早已准备了一条船只等候多时。他远远望见是项羽，连忙招呼霸王快快上船逃生。这位亭长热诚地对项羽说：江东虽小，地方千里，民众数十万人，足可以称王了。希望大王赶快渡江吧。现在只有我这里还有船，如果汉军赶到，就再无法渡河了。亭长的意思很明白，江东故乡虽然地方不大，也有上千里土地和几十万百姓，足够您东山再起，卷土重来。趁现在汉军未至，我有船可以送您过江，过了江就安全了。这番话不失为忠告良言，对一个败走的领袖而言，退回根据地休养生息，以图东山再起，是顺理成章的选择。而且江东一向是项羽的根本盘，百姓对他有旧情，只要他回去招募，很可能又是一支劲旅。然而令所有人惊讶的是，项羽断然拒绝了亭长的好意，他没有选择渡江逃生，而是纵声大笑，慨然对亭长说：天之亡我，我何渡为？且给予江东子弟8000人渡江而西，今无一人还。纵江东父兄怜而亡我，我何面目见之？纵彼不言，即独不愧于心乎？这番话斩钉截铁，掷地有声，意思是上天要我灭亡，我渡江又有何用？况且我项籍当初带着江东的8000子弟渡江去征战，如今一个都没能活着回去。就算江东父老们可怜我，重新拥戴我为王，我还有什么脸见他们呢？即使他们口头不说，难道我自己心中就不羞愧吗？说到这里，项羽已表明了决心，他绝不肯过江东，他宁可在此战死，也不愿逃回去面对父老乡亲的指责和自己良心的谴责。这便是千古传颂的无颜见江东父老之典故。在传统印象中，项羽是因为羞愧无颜面对江东故人，所以选择在乌江自刎，以谢绝残生。然而仔细分析，他拒渡的理由不仅是爱面子，更包含着深沉的无奈与担当。试想当时情势，项羽身边仅剩数十人，就算渡江又能如何？刘邦大军与韩信、彭越等精兵强将还在紧追不舍，楚地残部士气低落，各路诸侯纷纷倒戈。在这种前有追兵，后无援兵的绝境下，项羽深知就算回到江东重新招兵，也难敌对岸虎狼之师。稍有不慎，战火会烧遍江东，让那里无辜的百姓卷入杀戮。项羽是豪杰，也是军人，他宁可战死，也不愿看到家乡父老再遭涂炭。所以说，他何尝不是舍生取义，心系百姓呢？他口中所说纵彼不言，即独不愧于心乎？除了羞愧，更有对江东父兄的愧疚与不忍。他带出去的8000子弟无一生还，这让他情感上难以承受。如果幸存的自己苟且偷生回去，面对那些失去儿郎的父老，他自觉罪孽深重，即使他人不责难，他也会一辈子良心不安。与其如此，倒不如以死谢天下。当然，也有人从现实角度解读项羽不渡江，其实生路已断，即便他上船成功过江，刘邦也绝不会就此罢休，汉军完全可以绕道或渡江继续追击，甚至以江东百姓做要挟，迫使项羽就范。项羽深知刘邦老谋深算，心狠手辣，不会给敌人第二次机会，那么横竖都是死，他干脆选择有尊严地结束生命，而不愿拖累江东百姓遭殃。这其实也是另一种无颜见江东父老，不忍连累他们承担自己败局的恶果。无论从哪方面看，项羽此时的心境都是悲壮而决绝的。他大笑中透着沧桑，拒绝中带着凛然，让人不禁为之动容。慷慨赴死，霸王末路。说罢这番话后，项羽把最后的身后事也安排了一下。他对亭长说：吾知公长者，吾骑此马5岁，所当无敌，常一日行千里，不忍杀之，以赐公。原来他指着胯下宝马追，要将这匹爱马赠与亭长。项羽说：我知道你是一个长者，竟称这匹马是我骑了5年的战马，御敌无不摧破，
曾经日行千里，我不忍心杀掉他，就把他送给你吧。这话令人心酸不已。项羽本可以骑着此神骏之马渡江逃生，但他不走，却也不愿这匹良马白白陪他送死。他念及爱马忠心，决定在临死前把他托付给他人，希望战马能得善待，不致随他殉葬。项羽对待坐骑尚且如此有情有义，由此可见一斑。他下令身边所有骑兵也都弃马下马，改用短兵布战，以示从此不再逃跑，要与追兵决一死战。片刻后，汉军的追击骑兵果然赶到了乌江岸边。此时项羽手下仅存的20余人全部下马步行，背水列阵，与汉军展开最后的厮杀。乌江边旷野之上，一场以少对多的终极血战爆发了。项羽已经身负重伤，但他仍然冲锋在前，逢人便杀，气力惊人。汉军骑兵一批批冲上来，又一批批倒下去。据史载，项羽在乌江岸边独己所杀汉军数百人，也就是说，他一个人就斩杀了数百名敌军士兵。这个数字或许略有夸张，但毫无疑问，霸王临死前的战力绝非常人可敌。项羽本人也在乱军中连中数创，全身多处受伤，但依旧奋战不退。就在酣战之时，项羽忽然抬眼看到汉军阵中一张熟悉的面孔，那是一名汉军骑兵小队长，名叫吕马童。原来吕马童年轻时曾与项羽相识，可算半个故人。此刻这位老相识在敌阵中见到昔日霸王孤身血战，心情自是复杂。项羽认出他来，慨叹道：若非无故人乎？意思是，你不就是我的老朋友吗？吕马童被这一喊也愣住了，然而双方便在战场之上，已无叙旧可能。据记载，吕马童听到项羽喊他，竟不敢直接应答，反而赶紧指着旁边另一名汉军将领王毅，高声对同伴说：此项王也。他似乎在提醒大伙，看，这个就是项王。话语之间隐含让众人快抢头功之意。项羽听到这里，明白老友也是身不由己，他不再迟疑，慷慨地对吕马童等人大喊：吾闻汉购我头千金，亿万户，无为若得。这是他留在世上的最后一句话，意思是，我听说汉王悬赏千金和万户封邑，要我的脑袋，看在咱们昔日交情上，我就成全你吧。言下之意，他愿意把自己的人头送给旧时去领赏。语毕，项羽敛尽全身最后力气，拔剑横在自己颈前，用力一抹，猛然间鲜血飞溅，霸王自刎身亡。西楚霸王项羽就这样在乌江岸边结束了仅31年的传奇人生。项羽一死，汉军将士一哄而上，为了争夺项羽首级与尸体，汉军士兵们互相践踏厮杀，场面一度混乱失控。因为刘邦事先下令，斩杀项羽者赏千金，封万户侯，这样的高额酬赏令无数人红了眼。在哄抢中，项羽的尸身甚至被生生割裂成数块。最后据史籍记载，有5名汉军将领各掘得了霸王遗体的一部分。王毅割下了项羽的头颅，郎中齐杨喜、其司马吕马童、郎中吕胜、郎中杨武等人则各得到项羽身体的一部分。为了争功，这些人不惜大打出手，自相残杀，竟有数十名汉军士卒在混乱中死于同袍刀下，令人叹息。英雄末路，真项羽余音。公元前202年，乌江岸边这短短半日的巨变，宣告了楚汉之争的结局。一代霸王血染江滩，在慷慨悲歌中落幕。他死后，西楚军余部闻讯纷纷投降，刘邦随即统一天下，建立了西汉王朝。那么项羽的身后事又如何呢？据史载，刘邦最终下令将千金赏赐和侯爵封号平分给杨喜、吕马童、王毅、吕胜、杨武5人。刘邦虽与项羽势不两立，但在确立帝业后，仍为项羽安排了体面的葬礼。他将项羽的首级送往项羽曾被封的鲁地，以安抚仍敬重项羽的鲁地百姓。同时在古城今山东东平县旧县附近，为项羽举行了隆重的葬礼，礼仪规格按照项羽生前的爵位鲁公来举行。后人在东平修建了一座霸王墓，相传埋葬的正是项羽的头颅。在项羽死后不久，楚地只剩鲁地一处还在负隅顽抗汉军。刘邦本打算血洗该地，但念其坚守礼义，于是视项羽之守于鲁，
鲁地人见主君已亡，这才开城投降。项羽身体其他部分也零散埋葬在不同地方。传说安徽和县乌江畔项羽自刎处，亦建有项羽墓与霸王祠。江苏、湖北、江西等地亦有纪念项羽的葬冢。这一方面是因为项羽尸骸曾被肢解，难有完整归处；另一方面也是后世百姓对这位悲情英雄的缅怀与敬仰，使得关于他的安葬传说众多。刘邦对项羽的亲属倒是网开一面，念及项羽的叔父项伯当年在鸿门宴上曾救过自己一命，刘邦特意赦免了项氏一族的性命，封项伯等为列侯，让其安享晚年。这与项羽对待仇敌的做法形成鲜明对比。项羽在盛时曾杀秦王子婴，又杀义帝熊心，而刘邦在胜利后并未赶尽杀绝项氏后人，这或许也是刘邦修养民心、笼络人心之举。司马迁在《史记·项羽本纪》中对项羽的一生及其败亡原因做了深刻反思。他评价道：项羽自矜攻伐，奋其私志而不失古意，即项羽恃才傲物，只凭蛮勇私志而不遵循前人治国之道。他认为霸王之业可以单靠武力征服来经营天下，结果在短短5年内就亡国身死，最后客死异乡东城，临死尚不自觉反省自己的过错，实在是太糟糕了。司马迁还列举项羽的种种缺失，对内不能善用谋士良将，如不听范增劝告杀刘邦；对外过于残暴无道，坑杀降卒，滥杀无辜，导致诸侯背叛，百姓离心。反观刘邦，知人善任，宽厚待民，最终得天下。这番评论可谓客观严厉，道出了项羽失败的深层原因。项羽虽有千万勇士之勇，却无雄主之谋，成也勇武，败也勇武。然而历代文人百姓对项羽的评价却并非全然苛责，更多人记住的是他英勇的一面和那悲剧性的末路。项羽绝不是一个懦夫，相反，他的刚烈与血性几乎到了愚拙的地步。他宁肯玉碎不愿瓦全，宁肯败亡也不苟且。这种性格在现实政治中或许行不通，但在人们心目中却激起无限唏嘘与敬佩。正因如此，司马迁破例将项羽这样一位未曾称帝的人物写进了帝王本纪，给予极高的篇幅待遇。有观点说这是因为司马迁个人对项羽偏爱，但更大可能是项羽确实有帝王之势，虽败犹荣，值得一篇本纪记述其兴亡。后世诗人们也为项羽扼腕浩叹。唐代杜牧写下：胜败兵家事不期，包羞忍耻是男儿，江东子弟多才俊，卷土重来未可知。替项羽惋惜，没有忍辱负重，东山再起。宋代王安石则叹道：百战疲劳壮士哀，中原一败势难回。江东子弟今虽在，肯与君王卷土来。认为形势已去，江东子弟即便有才，也不愿再战。南宋女词人李清照更是直接歌颂：生当作人杰，死亦为鬼雄。至今思项羽，不肯过江东。一句不肯过江东，道尽了他对项羽宁死不屈的敬仰与千古悲怀。纵观项羽的最后结局，他战至最后一兵一卒，力竭而死于乌江岸边，用生命捍卫了属于他的荣耀与尊严。他到底死在了哪里？史书给出的答案明确而沉重，他死于东城县的乌江亭畔，血洒江岸，魂归楚天。这样的结局，也许正如有的史家所言，项羽是军人，战死沙场，或许是他最好的终局。尽管他未能挽救败局，但他那孤勇抗敌、绝地一战的风采将永远铭刻在历史长河之中。后人每每想起西楚霸王，脑海里浮现的总是那句至今思项羽，不肯过江东。短短7字，写尽一代霸王的悲壮与昂扬。他没有选择逃避，而是将生死置之度外，以成全自己的英明与气节。我们从项羽之死的真实经过，可以看到一个有血有肉的英雄末路，不是天命不公，亦非单纯妇人之仁，而是时势造就，性格使然。他败给了刘邦的权谋和天下大势，也或许败给了自己的刚愎和自尊，但无论如何，项羽用最后的行动证明了自己的无愧初心，生为人杰，死亦鬼雄。他将荣辱生死抛在脑后，
选择在他所认定的舞台上谢幕，而没有苟延残喘退场。这份悲剧，英雄的尊严反而为他赢得了千古流芳。历史的洪流滔滔向前，西楚霸王倒下了，可他的故事永远留在人们心中。乌江岸边的风仍在吹拂，仿佛在低吟当年那段七绝传奇。江东父老的茶余饭后，至今依然思念着那个不肯过江东的项羽。总而言之，西楚霸王项羽最终战死在乌江边的东城县境内，他以自己的方式结束了生命。史书记载的这段真实来历，既让人惋惜，又令人肃然起敬。英雄末路的悲歌穿越2000多年，仍在告诉后人成败转瞬，唯有气节长存。项羽死去了，但他英勇不屈的形象却如江水东流，日月同辉，永远活在中华民族的记忆深处。战场上，他曾不可一世；人生最后，他选择轰轰烈烈，留给世人的是关于荣誉、信念与悲壮的永恒故事。至今思项羽，不禁令人悠悠长叹，他到底是败给了谁？或许他谁也没输，只是输给了无情的历史潮流。然而在精神层面，他从未被击败。西楚霸王用生命诠释了属于他的英雄气概，也让乌江自刎成为亘古不灭的悲剧史诗。